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外星文明，那他们在哪里？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费米悖论，它困扰了科学界整整75年，至今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悖论为什么会让人如此困惑。根据人类目前的观测和理论推算，宇宙中大约有2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包含上千亿颗恒星，而每颗恒星周围几乎都有行星。这意味着，仅在可观测宇宙中，行星的数量就超过了地球上的沙粒总数。在如此庞大的基数面前，即便智慧生命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理论上也应该有无数文明存在于宇宙的各个角落。然而，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外星生命的痕迹，宇宙看起来异常安静，仿佛只有人类在自言自语。这种反差让费米悖论变得如此深刻。我们观察到的宇宙与我们对宇宙的预期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宇宙应该有外星文明，但我们什么都看不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甚至触及了我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为了更系统地思考费米悖论，1961年，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提出了一个方程，试图用数学的方式估算银河系中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数量。这个方程包含7个变量，分别是银河系中恒星形成的速率、恒星拥有行星的比例、每个行星系统中适合生命发展的行星数量、生命最终发展出智慧生命的概率、智慧生命能够发展出星际通信技术的概率、这些文明能够存在的时间，以及当前活跃的文明数量。这个方程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把一个看似玄妙的问题拆解成了具体的科学参数，但它的残酷之处也在于，除了第一项我们能够大致估算之外，其余6个参数几乎完全未知。这意味着，当你把所有的未知数相乘时，得到的结果可以从0到无穷大。德雷克方程与其说是一道数学题，不如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这个宇宙的理解有多么有限。几十年来，不同的科学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估计，有的认为银河系中可能存在数千个文明，有的认为人类可能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为了解释费米悖论，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说，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概念叫做大过滤器。这个理论的提出者罗宾·汉森认为，宇宙中可能存在某种普遍的力量或障碍，它阻止了大多数文明进化到能够进行星际通信的阶段。换句话说，也许生命在宇宙中并不罕见，但能够发展到像人类这样能够向宇宙发送信号的文明却是极度稀有的事件。大过滤器理论的关键在于，它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已经通过了那道过滤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类可能是宇宙中极少数的幸运儿，这意味着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可能性。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意味着那道过滤器还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宇宙中无数曾经存在过的文明都在那道过滤器前走向了消亡。这个假说让我们不禁思考，人类文明究竟走到了哪里？我们是宇宙中早起的先驱者，还是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孤独物种？
在大刘的《三体》中提出了一个假说——黑暗森林法则。这个理论将整个宇宙比作一片黑暗的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森林中带枪的猎人，所有文明都必须像猎人一样小心翼翼地在林中前行，因为任何暴露自己位置的文明都会被更高级的文明消灭。这个理论基于几个简单的逻辑假设：宇宙中的资源是有限的，文明的第一本能是生存，而技术爆炸可能让任何文明在短时间内变得极度危险。如果黑暗森林法则真的存在，那么所有文明保持沉默就是最理性的选择。任何主动发出信号的文明，就像是在黑暗森林中点燃了一堆篝火，它可能引来温暖的伙伴，也更可能引来致命的猎手。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向宇宙呐喊了几十年，却始终听不到回应，不是因为没有外星文明，而是因为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藏着。这个假说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在1974年向宇宙广播阿雷西博信息的行为，可能就像是一个孩子在黑暗中大声呼喊，而没有意识到森林中可能潜伏着危险的存在。尽管费米悖论至今没有被解决，但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寻找答案。近年来，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观测结果，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系外行星数据。我们已经确认发现了超过5000颗系外行星，其中一些位于恒星的宜居带内，它们的表面条件可能允许液态水的存在。这些发现让外星生命的存在变得更加可信，也让我们对费米悖论的思考更加深入。然而，证实一个理论需要的是证据，而不是可能性。在我们真正发现外星生命之前，费米悖论将继续存在。这不是因为科学不够发达，而是因为宇宙太大了，大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探索它的每一个角落。但或许正是这种未知的广阔，才让人类保持着探索的渴望和敬畏之心。夜晚，当你在窗前仰望星空时，请记住，那些星星中的每一颗都可能承载着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故事，而我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揭开这些故事的面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个瞬间，你突然想到，如果我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现在会怎样？也许你曾经幻想过，在某个平行的世界里，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他做了你放弃的那个选择，过着你从未经历过的生活。这个想法听起来像是白日梦，但在物理学的前沿理论中，它却有着严肃的数学基础。平行宇宙的概念最早来自量子力学的一些奇异发现。在微观世界里，电子这样的粒子并不像我们熟悉的宏观物体那样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恰恰相反，它们同时存在于多个状态中，直到被观测的那一刻才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状态。这个现象让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在1957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也许每当量子事件发生时，宇宙都会分叉，每一种可能的量子结果都在不同的宇宙中真实地发生了。这意味着，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每当你做一个决定，宇宙就分裂成2个版本，
每一个版本中的你都认为自己做了唯一的选择。埃弗雷特的多世界诠释是平行宇宙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版本之一。在这个理论中，宇宙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像一棵不断分叉的巨树。每一次量子测量都会导致宇宙分裂，创造了无数个平行的分支。在每一个分支中，历史都按照不同的方式展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在这个宇宙中选择了继续读书，而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一个和你完全相同的你选择了辍学创业。在那个宇宙里，那个你可能已经成为了百万富翁，也可能已经破产流浪。每一种可能性都在某个宇宙中真实地存在着，以某种方式运行着。这个理论听起来疯狂，但它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优势，它不需要引入任何新的物理机制，它只是将量子力学的数学公式进行了一种字面意义上的解读。然而，正是这种字面解读让它变得如此难以验证。在多世界诠释中，所有的平行宇宙都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中，但我们永远无法与它们通信，因为每一次分裂之后，我们就被锁定在了自己的分支中。另一个分支中的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存在，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河流。除了量子力学的解释之外，平行宇宙的概念还来自宇宙学的另一个前沿理论——永恒暴胀。传统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在138亿年前从一个起点开始膨胀，但暴胀理论认为，宇宙的这种膨胀并不是均匀的。在某些区域，膨胀会停止，形成我们这样的宇宙泡，而在其他区域，暴胀会永远持续下去，创造出无限多的宇宙泡。每个宇宙泡都可能拥有不同的物理定律，在某些宇宙中，引力可能更强，光速可能不同，原子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这意味着每个宇宙泡都是一个独特的宇宙，拥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而由于暴胀是无限的，这些宇宙泡的数量也是无限的。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不仅存在着无数个你的复制品，还存在着无数个物理定律完全不同的宇宙。这让平行宇宙从一个诗意的想象变成了一个严肃的科学假说，尽管它的证实或证伪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平行宇宙理论有数学和物理学的支持，为什么我们说它无法被证实呢？原因在于，我们目前所有的观测手段都受到一个根本性的限制，我们只能观测自己的宇宙。无论平行宇宙存在与否，无论有多少个其他宇宙存在，它们都不会对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产生任何可观测的影响。这是平行宇宙理论的本质特征，它们的存在是自成一体的。每一个宇宙都是独立的、封闭的系统，即使平行宇宙真的存在，它们与我们的宇宙之间也不存在任何信息传递的通道。在多世界诠释中，每一次分裂都意味着两个分支从此彻底分离，永远无法重新交汇。在永恒暴胀理论中，不同的宇宙泡可能相隔无限遥远，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因果联系。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能够从数学上证明平行宇宙的存在，
我们也无法用任何实验手段去观测、验证或否定它的真实性。我们被锁在自己的宇宙中，像是一个被无限高墙包围的房间里的囚徒。但这并不意味着平行宇宙理论是无意义的，它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它至少在数学上是自洽的，而且它至少提供了一种解释量子现象的方式。科学的发展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无法证实的理论，可能在明天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平行宇宙理论至少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宇宙可能只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小部分。当我们在深夜思考平行宇宙时，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会浮现出来：如果在某个平行宇宙中存在着另一个我，那么哪个才是真正的我？我的选择还有意义吗？我的痛苦和快乐还有价值吗？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平行宇宙理论实际上是对自由意志的一次深刻拷问。如果所有选择都会在某个宇宙中实现，那么选择这个概念本身就变得模糊了。你在每一个宇宙中都在做你认为正确的选择，所以没有哪个选择是错的。但同时，你也永远无法知道其他选择的结果，因为那些结果发生在你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也许，这正是平行宇宙理论最深刻的启示。它提醒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决策都创造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即便在某个平行宇宙中存在着另一个你，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体验着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而你所在意的，你所珍惜的，你所为之努力的一切，都是只属于这个宇宙中的你的珍贵宝藏。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选择都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它创造的是无法复制的历史。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宇宙最终会走向何方？它会永远存在下去，还是会在某一天迎来终结？如果会终结，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终结？是像烟花一样绚烂的爆炸，还是像蜡烛一样缓缓熄灭？这些问题不仅科学家们感兴趣，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人或许都曾经思考过。在这一章中，我们要探讨一个最令人不安的宇宙终极命运假说——宇宙大撕裂。这个假说的核心思想是，宇宙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撕裂成碎片。不仅仅是星系会被撕裂，行星会被撕裂，甚至原子、原子核、质子和中子都会被撕裂，甚至连空间本身也会被撕碎。整个宇宙将变成一个由基本粒子和辐射组成的冰冷稀薄的汤，没有任何结构、任何秩序、任何联系。这个画面听起来像是末日预言，但它不是来自宗教或神秘主义，而是来自现代宇宙学和量子场论的研究。要理解宇宙大撕裂，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重要的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1998年，两个独立的天文学家团队发现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事实：宇宙的膨胀速度不是在减缓，而是在增加。这个发现直接挑战了此前科学家们的预期。他们原本认为，由于引力的作用，宇宙的膨胀应该会逐渐减慢。这个发现让3位科学家获得了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它也带来了更多的谜题。
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答案指向了一种被称为暗能量的神秘存在。暗能量是一种弥漫在宇宙中的能量形式，它具有负压强的特性，能够产生一种排斥引力，推动空间加速分离。我们目前对暗能量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暗能量占据了宇宙能量密度的约68%，是宇宙中最大的一块拼图。没有暗能量，就无法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而暗能量本身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大撕裂假说正是建立在暗能量理论基础之上的。如果暗能量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时间增加，那么它的排斥力最终将变得无穷大。科学家们用一个参数来描述暗能量的状态，叫做状态方程参数 W。当 W 小于-1时，暗能量就被称为幽灵暗能量，它的密度会随着时间不断增加，而不是保持恒定。如果幽灵暗能量确实存在，那么在有限的未来某个时刻，它将达到无穷大的密度。这意味着，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大约1个月的时间内，暗能量的排斥力将开始超过所有其他已知的力量。届时，引力将首先失效，太阳系将开始解体，然后在大撕裂发生前的几秒钟内，原子核将被撕裂，最后连空间本身也会被撕裂。那个时候，任何形式的物质和能量都将失去意义，整个宇宙将在大约10的-33次秒的时间内被完全撕裂。一些科学家计算后认为，如果幽灵暗能量真的存在，那么这个可怕的事件可能在几百亿年后发生。虽然这个时间距离我们非常遥远，远到对今天的人类来说毫无意义，但它依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毕竟，对于无限的时间来说，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终将必然发生。大撕裂假说和费米悖论、平行宇宙理论一样，都属于那种无法被证实的理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暗能量的本质，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在增加，更无法预测那个遥远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所有的理论模型都基于我们目前的观测数据，而宇宙的行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更为根本的是，大撕裂假说描述的是一个可能发生在几百亿年后的事件，那个时间尺度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类可以理解的范围。宇宙在那时可能已经经历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我们今天建立的理论可能在那个时代完全失效。科学不是预言术，它只能在已知的基础上推断未知，而当未知的领域远远超出已知时，所有的推断都可能失去意义。几百亿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尺度啊！地球的年龄只有约46亿年，太阳的寿命大约还有50亿年。在宇宙的尺度上，人类的文明只是刚刚起步的一瞬。如果大撕裂真的会在几百亿年后发生，那它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毫无关系，与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也毫无关系，与人类这个物种可能存续的时间也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大撕裂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宇宙命运。宇宙可能走向热寂，可能无限循环的膨胀和收缩，也可能因为其他我们尚未发现的原因而终结。大撕裂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而它发生的概率至今仍然是未知数。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接受未知，而不是被未知所困扰。当我们理解了宇宙的浩瀚和时间的漫长，我们反而能够更加平静地看待自己的存在。在这短暂而珍贵的生命中，我们能够思考宇宙的终极命运，本身就是一件奇妙而美好的事情。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你站在一座冰山旁边，你只能看到冰山水面以上的部分，你会以为这就是冰山的全部，但实际上，水面以下的部分可能是水面以上的10倍、20倍，甚至100倍。这个比喻用来描述宇宙中可见物质和暗物质的关系，恰好恰当。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宇宙中星系的旋转速度，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根据可见物质的质量计算，星系外围的恒星应该以很慢的速度围绕星系中心旋转，但实际观测显示，这些恒星的速度几乎和中心区域一样快。这意味着，要么牛顿的引力理论出了问题，要么星系中存在着我们看不见的物质、暗物质。几乎所有的观测数据都指向了后一种解释。如果暗物质不存在，那么星系早就应该分崩离析了。进一步的计算显示，暗物质的质量约为可见物质的5倍。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看到和触摸到的一切物质，只占宇宙物质总量的约16%。如果把所有可见物质加在一起，它们还不到宇宙总能量密度的5%。那另外95%是什么？答案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暗物质和暗能量共同占据了宇宙的绝大部分，而我们至今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暗物质之所以被称为暗，是因为它不发射、吸收或反射任何形式的电磁辐射，它不发光，不用任何光学或射电望远镜能够直接观测到它，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引力效应来推断它的存在。这种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特点，让暗物质成为现代物理学最大的谜题之一。关于暗物质的候选者，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可能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简称 WIMP。 这种假说认为，暗物质由一种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的粒子组成，它们只通过弱合力和引力与其他物质发生作用。但经过几十年的搜索，科学家们至今没有直接探测到 WIMP 的存在。另外一种候选者是轴子，这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极轻粒子，质量只有电子的10000亿分之一。轴子也可能构成暗物质的很大一部分，但同样没有被直接探测到。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暗物质根本不是粒子，而是由更奇异的东西组成，比如原始黑洞，一种在宇宙大爆炸早期形成的天体，可能是暗物质的来源。但这个假说同样缺乏直接的观测证据。宇宙中27%的成分被暗物质占据，而我们甚至不知道这种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像是一个宇宙级别的谜语，等待着人类去解开。如果说暗物质是宇宙的骨架，那么暗能量就是推动宇宙膨胀的引擎。我们已经知道，宇宙正在加速膨胀，而暗能量被认为是这种加速膨胀的驱动力量。但暗能量究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
为什么它的能量密度基本保持恒定？目前，关于暗能量最主流的解释是宇宙常数，这是爱因斯坦在191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他试图用它来解释宇宙的静态状态。在宇宙膨胀被发现之后，宇宙常数曾经被认为是爱因斯坦最大的错误之一。但1998年的发现，让宇宙常数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如果宇宙常数存在并且是正的，它恰好能够解释宇宙的加速膨胀。宇宙常数代表的是真空本身固有的能量密度，它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宇宙中，推动空间不断膨胀。但这里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根据量子场论，真空应该有能量，而这些能量应该贡献于宇宙常数。然而，理论计算得到的真空能量密度比观测值大了约120个数量级。这个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被称为物理学中最糟糕的预测。虽然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方法来调和这个矛盾，但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量子场论预测的真空能量和实际观测的暗能量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全新的物理学理论来解决。探测的困难与希望的光芒。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探测为什么如此困难？因为它们几乎不与普通物质发生任何可观测的相互作用。暗物质不发光，不吸收光，不反射光，它完全透明。暗能量更加神秘，因为它甚至可能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空间的固有属性。尽管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寻找他们的努力。地下实验、粒子对撞机、空间探测器和天文观测都被用来寻找暗物质的蛛丝马迹。在地下深处，科学家们建造了极其灵敏的探测器，试图捕捉暗物质粒子与普通原子核碰撞时产生的微弱信号。在粒子对撞机中，科学家们试图创造和研究可能构成暗物质的新粒子。在太空中，各种探测器试图捕捉暗物质粒子湮灭时产生的伽马射线或宇宙射线。关于暗能量，人类正在计划下一代空间望远镜和大规模巡天项目，以更精确地测量宇宙的膨胀历史，从而限制暗能量的性质。虽然直接的探测仍然遥不可及，但这些努力至少让我们知道，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追寻这些宇宙最大谜团的答案。每一次探测器的升级，每一次理论的突破，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点点。当你了解到宇宙中95%以上的成分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你会有什么感觉？恐惧、好奇，还是一种奇特的释然？也许认识到我们的无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曾经以为自己了解宇宙的全部，但每一次深入探索都发现了更多未知。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银河系到无数星系，从可见物质到暗物质和暗能量，我们的知识边界在不断扩展，但边界之外的未知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这种认识应该让我们保持谦逊。我们不是宇宙的主人，我们甚至不了解宇宙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未知的存在，科学才有意义，探索才有价值，我们的好奇心才有地方安放。
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些谜题，不仅没有让科学家们退缩，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大的热情去追寻答案。人类正是通过这样的追问，一步步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地球走向星空。你有没有想过，时间是否也有尽头？宇宙是否也有衰老的一天？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所有的星星都熄灭，当所有的能量都耗尽，当所有的故事都讲完，宇宙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个理论——宇宙热寂说。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宇宙最终将达到一种最大熵的状态，也就是热力学平衡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不会有任何能量流动，不会有任何温度差异，不会有任何变化发生。整个宇宙将变成一个温度均匀、密度相同的冰冷空间，所有曾经存在过的结构和多样性都将消失，只剩下永恒的静默和均匀的辐射。这个画面听起来令人沮丧，但它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宇宙尺度上的必然推论。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的熵，也就是无序度，只能增加或保持不变，而不能减少。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宇宙中的有用能量会逐渐转化为不可利用的形式，最终达到完全均匀的状态。什么是熵？要理解热寂说，我们需要先理解什么是熵。熵是热力学中用来描述系统无序程度的物理量。简单来说，一个系统越有序，它的熵就越低；越无序，它的熵就越高。比如，一块完整的冰晶比融化成的水更有序，因此冰晶的熵比水的熵低；而水蒸发成水蒸气后更加无序，熵也就更高。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熵总是倾向于增加，这就是为什么破碎的玻璃不会自动复原，为什么热量会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而不是反过来，为什么时间有方向性。熵增加的方向就是我们感知到的时间流逝的方向。在宇宙的尺度上，熵增定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用能量的逐渐耗尽。恒星通过核聚变释放能量，当核燃料耗尽后，它们就会熄灭，行星会冷却，生命的代谢会停止。最终，当所有的恒星都燃尽，所有的能量都均匀分布在宇宙中时，熵将达到它的最大值，宇宙将进入一种永恒的死亡状态。热寂发生的时间尺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根据目前的理论模型，宇宙可能需要10的14次方年，也就是1万亿亿年，才能让所有恒星燃尽。这比宇宙目前的年龄还要大1万倍。恒星燃尽之后，黑洞将成为宇宙中唯一的天体，而黑洞也会通过霍金辐射慢慢蒸发。这个过程需要10的67次方年到10的100次方年。最终，当最后一颗黑洞也蒸发殆尽，宇宙中将只剩下低能量的光子、中微子，以及几乎不再相互作用的粒子。在这个时间尺度上，人类的寿命连一眨眼的功夫都算不上。如果我们把宇宙从诞生到热寂的整个历史压缩成一天，那么人类文明的存在时间只相当于这一天的最后一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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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正是这短暂的一瞬，承载了我们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所有的梦想和所有的爱。循环宇宙，另一个可能的结局。然而，热寂说并不是宇宙命运的唯一可能。一些理论提出了循环宇宙的概念，认为宇宙可能在达到热寂之后，通过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机制，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膨胀和演化。这种循环可能是无限次的，宇宙在膨胀和收缩之间反复轮回。虽然循环宇宙的理论还没有被证实，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慰藉。如果热寂不是终点，那么宇宙的故事也许可以永远讲下去。不过，当前的观测数据并不支持宇宙会重新坍缩的理论，恰恰相反，宇宙正在加速膨胀，而且膨胀速度还在增加，这似乎指向了热寂的结局，而不是循环的轮回。但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答案永远是开放的。我们对宇宙的理解还远未完成，新的理论和发现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宇宙命运的预测。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会发现一种阻止热寂的方法，或者找到通往另一个宇宙循环的途径。但在那个发现到来之前，热寂说仍然是关于宇宙终极命运的最主流的理论。当我们的思绪飘向如此遥远的未来，一个古老的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如果宇宙最终会走向热寂，那么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所有的一切终将归于虚无，那么此刻的欢笑和泪水，成功和失败，爱和恨又有什么价值？也许答案在于过程本身，而不在于终点。就像一部精彩的小说，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有完美的结局，而在于它讲述的故事是否动人。人类文明的存在可能只是宇宙长河中的一个微小涟漪，但正是这些涟漪让宇宙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热寂说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当我们知道时间是有限的，知道所有的美好都可能在未来某天消失殆尽，我们反而能够更加专注于此刻的生活，更加珍惜与亲人朋友的相处，更加用心去体验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夜晚，当你在星光下入睡时，想象一下那片无垠的黑暗，那里有无数的星系正在诞生，也有无数的星系正在死去。宇宙在用数百亿年的时间尺度运转着，而我们的生命只是其中的一瞬间。但正是这无数的一瞬间，构成了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全部意义。接受宇宙的终焉，并不是放弃，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和解与坦然。今夜，当我们一起探索了这5个未解的天文科学难题：费米悖论与外星生命、平行宇宙、大撕裂、暗物质与暗能量。热寂说，你或许会感到一种奇特的情绪在心中升起，它不是恐惧，不是绝望，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平静和谦逊。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的宇宙中，95%以上的宇宙成分是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是我们物种唯一存在的宇宙，可能是无数平行宇宙中的一个。宇宙的最终命运可能是永恒的静默。这些事实听起来令人沮丧，但它们也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美。正是因为宇宙如此广阔和神秘，
它才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和学习。人类天生就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驱使我们从洞穴走向星空，从愚昧走向文明。即便面对最深的未知，我们也没有停止追问的脚步。费米悖论让我们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平行宇宙理论让我们意识到选择的多重可能性，大撕裂假说让我们意识到时间的漫长，暗物质和暗能量让我们承认无知，热寂说让我们接受终结。这些理论每一个都挑战着我们的想象力，但每一个也都拓展着我们的认知边界。这些无法被证实的理论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或许是如何面对未知。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边界和局限。有些问题，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可能永远都没有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追问。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我们才更加珍惜追问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无法解答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一段关系会走向何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面对这些未知，焦虑和恐惧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或许我们可以从宇宙学中学习一种态度，承认未知，接受不确定，然后继续前行。当你今晚闭上眼睛时，请记住，你躺在这片星空下，头顶的每一颗星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宇宙的故事。那些故事，有的已经被人类解开，有的还在等待我们去发现，还有的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人类理解。但仅仅是能够倾听这些故事，就已经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在远古时代，人类在没有电灯的夜晚仰望星空，会感到一种混合着敬畏和恐惧的情绪。他们不知道那些闪烁的光点是什么，不知道宇宙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什么力量主宰，但他们仍然抬头看着，创造出了无数的神话和传说，把自己的恐惧和希望投射到那片无垠的黑暗中。今天，我们有了望远镜和卫星，有了理论和计算，但宇宙仍然保持着它的神秘。我们仍然不知道费米悖论的答案，仍然不知道暗物质是什么，仍然不知道宇宙的最终命运。这些未知不是科学的失败，而是科学永恒的起点。它们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知识多么丰富，总有更广阔的空间等待我们去探索。当你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即将入睡时，请让自己沉浸在这片宇宙的宁静中，感受一下你与这片星空的联系。你身体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某颗古老的恒星，你 DNA 中的每一个核苷酸都经历过宇宙的熔炉。你不是与宇宙分离的存在，而是宇宙本身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你的思考、你的好奇、你的梦想，都是宇宙在认识自己的方式。费米悖论还悬而未决，平行宇宙还在想象中漂浮，大撕裂的阴影还在遥远的时间线上徘徊，暗物质和暗能量还在等待被揭开面纱，热寂的预言还在宇宙的尽头静默等待。这些谜题会继续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找到答案，但此刻的你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知道自己正躺在宇宙的怀抱中，被无数星光温柔地注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新的发现可能正在等待着我们。但现在，让我们在宁静中安然入睡。晚安，愿你的梦里也有星星的陪伴。